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是牧师不想告诉你的几件事。牧师是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不同于天主教的神父，基督新教的牧师大都是可以结婚生子的。所以基督教的神职人员除了专职的侍奉神以外，日常的生活与我们普通人并无差异。今天我们不谈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区别，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之前分享的影片，说一说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今天想和大家聊的是，当我们走进教会，听牧师讲道，与牧师交流，你的牧师到底会告诉你一些什么样的信息？也许不同的牧师讲道的风格略有差异，但是教导的真理应该是基本一致的，因为大家读的是一本圣经，大家领受的是一个圣灵。可是现实总是这么无情的打脸。当我们进入不同的教会的时候，就会发现，似乎牧师传递给你的东西真的还不一样。所以今天我总结了几个方面，都是牧师不太想告诉你的事情。看过这一期的影片后，大家可以自己回想一下，你的牧师会告诉你这些吗？当我们对基督信仰的认识还不清，对圣经的了解还不够，教会的牧师教导你的东西往往影响着你未来的人生。所以牧师教导真道是必要的。但长久以来，现实中的教会有这样一种情况，牧师总是会尝试以说服或者压制的方式，让你相信耶稣是爱你的，牧师都是神所拣选的，我们的教会是有神住在里面的。也许在这个时候，牧师往往会出于各种原因，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并不是要说服人，而是要把圣经的道理讲得正确。这是非常重要的，绝对不能借着自己有神学院和牧师的职位的光环，故作高深，把本来可以解释清楚的东西反而说得云里雾里。其实现实中很可能比较多的情况是，做牧师的自己也没有那么刻苦，对圣经的领会也没有那么深刻，所以不管是在教导中还是会有提问的时候，他没办法把自己也不明白的事情给大家讲明白，这就尴尬了。其实圣经的道理可以浅薄到人人都可以明白，也可以高深到无穷无尽，关键是要有自己的领会。牧师绝对不可以照本宣科式的教导，牧师有职责给会友解释他们的疑问，对于自己也没有完全领受的，最好诚实的告诉大家。一个好的牧师一定是一个非常谦卑的牧师，因为谦卑本就是圣经所教导的。如果一个牧师在教导的过程中更愿意提起又被邀请出席了什么会议，被哪一级组织聘请了什么职务，而从不提起自己还有哪些不足，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失误，自己还有什么样的缺点，这样的牧师一定不是一个谦卑的牧师。所以当一个牧师会把自己曾经不够完美的一面，或者自己曾经的过失告诉你，而不是一副高高在上故作深沉的时候，这样的牧师在我眼里可以加上一颗星。一个好的教会一定是一个不断改进的教会，现实中没有完美的教会。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教会不完美，应该去找一个你眼中完美的教会。那么当你觉得自己找到了的时候，这间教会已经变得不完美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不完美的，即使这个教会是完美的，却由于你的加入拉低了整体水平，变得不完美了。而一个教会能够持续不断改进的动力是什么呢？是牧师。只有一个不断想改进的牧师，才会有一个不断想改进的教会。认识到教会存在的问题是牧师必须要做的事情。当牧师不能发现教会问题的时候，通过圣经的教导，
也能看到教会的问题。因为圣经是一本会说话的书，圣经并不受限于时间，圣经可以跨越时空告诉我们当下应该做什么事情。所以圣经不仅记载了过去发生的事情，也记载了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神清楚地知道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当然，即便是这样，还是有很多教会骄傲自满，或者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拒不理会。所以当一个牧师对教会的问题置若罔闻的时候，也是这间教会最危险的时候。曾经有一位牧师在讲道台上讲道的时候，提到了教会奉献的相关事宜。因为教会的财务报告上显示，在过去的1年时间里，教会的11奉献金额小于主日奉献。所以牧师就在台上说，我们教会的奉献是不健康的，正常的教会11奉献金额应该大于主日奉献的，而我们教会11奉献却小于主日奉献，所以教会的奉献是不健康的。这位牧师提出的问题对不对呢？我觉得问题是对的。一个正常的教会11奉献的确应该大于主日奉献，但问题是牧师说我们教会的奉献是不健康的，这种说法就有问题了。他只知道教会的奉献不健康，他怎么不想一想这个教会是不是健康呢？如果一个教会是健康的，奉献也一定是健康的。如果奉献不健康，说明教会也是不健康的。那么教会不健康，是会友责任大一些，还是牧师责任大一些呢？我觉得牧师的责任应该大一些。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一头猪领着一群猪和一头狮子领着一群猪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人会说，这句话不对啊，原话不是应该是一头猪领着一群狮子与一头狮子领着一群猪来对比吗？我们得结合实际情况。如果比作教会的话，教会中的会友都是狮子的可能性是极小的，教会的会友可能有一些狮子，不过大部分都是猪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还要认清现实，教会的会友可以是猪，但牧师一定要是狮子，否则一头猪领着一群猪跑总不是最好的选择。圣经中有一段描述，马可福音第5章第11到第13节，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也许引用这段经文有一点断章取义，但我想道理应该是相通的。一群猪在一起，最后的结果就是淹死。所以会友可以是猪，但牧师绝对不可以是猪。当牧师有智慧发现教会的问题，并且敢于面对问题，苦口婆心地告诉你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必须加以改正的时候，你应该感谢神带你进入了一间好的教会。这样的牧师在我眼里已经是2颗星了。在基督的世界里，经常把牧师比作牧羊人，把会友比作羊。羊按照种类有山羊、绵羊，按照颜色也有黑羊、白羊、杂毛羊。同样，这个世界上人也分很多种，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性格、不同爱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教导方法，不同的人也需要不同的教会。没有哪一间教会、哪一位牧者可以教导所有人。
所以当一个信徒来到一间教会以后，发现这个教会并不适合自己，想要更换到另一间教会的时候，牧师的态度在我看来很重要。当然，如果是由于家庭工作的需要不得已换教会，那自然是另一回事。如果单纯就是为了信仰而换教会，往往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会友觉得所在的教会不适合自己，就找到了另一间教会。而另一间教会的牧者说，如果你想要更换教会，还要和你原来的教会说清楚比较好，否则还是不可以正式的过来。这位会友只得回到之前的教会，与牧者说自己要离开这间教会的事情。那天正是一个主日，这位会友在老教会参加完最后一个主日礼拜，就准备正式的离开了。当主日礼拜结束，大家开始纷纷离场。这位会友人还在教会的会堂里，还没有走出教会大门的时候，手机里突然弹出一条消息，自己被踢出了教会的微信群。我不知道这位会友的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也不知道这间教会的牧者是怎么想的，竟然做事情如此的不留余地。同样的问题，我更欣赏另一位牧者的思考方式。这位牧师是这样说的：作为牧师，你根本没有资格阻止会友换教会。难道你讲的比别人好吗？难道你的教会比别人的强吗？如果弟兄姊妹觉得另一间教会更适合自己，你应该为他祝福祷告，你应该感谢神为他预备了更适合的教会。所以，当一个牧师真正为你着想，他不会视你为教会的一份财产，他会发自内心地告诉你，爱你并不一定非要把你留在身边，你过得好才是牧师最希望看到的。这样的牧师在我眼里已经是3颗星了。而接下来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我曾听到网络上一些牧师讲到，说会友要委身于教会，如果会友觉得这间教会适合自己，那么就要将自己完全的奉献，真正的成为教会的一部分。可是我们只听说过会友要委身于教会，你听说过牧师也要委身于教会吗？有人说，教会的牧师怎么会不委身于教会呢？在我看来，还真的有很多牧师没有委身于教会。作为会友，一般只会在主日才会见到牧师，而牧师平时的行踪会友基本不了解。如果一个牧师除了主日以外，还忙于外面的各种服饰和应酬，而这些又与本教会的关系不大，你觉得这样的牧师算是委身于教会吗？可能你会说，牧师就算做与教会关系不大的事情，但只要是主的事情也是好的呀。这个观点我倒没有办法反对，关键是这些事是不是真的出于神。如果牧师参加各种活动、会议、婚丧嫁娶等等，只是在维持一种人际关系，或者在荣耀自己，你又是怎么想的呢？有一位牧师要参加一场婚礼，婚礼的新人并不是这位牧师教会的会友，这位牧师也不是婚礼的证婚人，牧师只是一位受邀嘉宾。婚礼也不在牧师所在的城市，要驱车几百公里。而这场婚礼参加的牧师也有好几位。牧师为了吃这顿宴席，暂停了那一周教会的小组活动，同时也没有对教会的会友做任何解释。还有一位牧师同样是参加婚礼，新郎是自己教会的弟兄，牧师是婚礼的证婚人。
但婚礼的时间与教会牧师亲自带领的一个圣经课程冲突，而这个课程与教会的小组活动一样，每周都有。牧师却反复地要求，能否可以在做完证婚人后不吃饭，先行离开，这样就可以回到教会给弟兄姊妹上课了。同样是婚礼，与教会的活动时间冲突，有的牧师觉得暂停一下教会的活动没什么，有的牧师却心里忧伤，觉得对不起弟兄姊妹。上帝将世上的每个人都看为宝贵，牧师也应将每一位弟兄姊妹看为宝贵。当一位牧师告诉你，宴席中的上座与弟兄姊妹日常的牧养相比，弟兄姊妹更为重要的时候，这样的牧师在我眼里已经是4颗星了。能够做到以上这些的牧师已经实属不易了。雅各书第2章14到17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其实我们来到一间教会，想了解一下这间教会是好还是不好，听一听牧师说什么，看一看教会的人在做什么。说的再好听，什么都不做，一切都是空谈。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想看一看第5颗星的牧师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其实这第5颗星，早在我思考第1颗星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可是我说到这里，却有一点不想说了。现实中能够做到前面4颗星的已经寥寥无几了，但如果真的是神召唤的仆人，我想还是可以做到的。然而第5颗星真的不是每个牧师都能够具备的，拥有第5颗星的牧师绝对是神更大的恩典。所以我最终还是决定在此收笔。也许将来某一个时间，当我有感动的时候，专门跟大家分享牧师的第5颗星。求主怜悯每一位渴慕神的朋友，也求主怜悯每一位神的仆人。愿每一位牧师都能够说出那些明知道是公义却又不愿意说出来的心里话。最后我们来分享哥罗西书第3章23到25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